我的余生被指责为杨紫的工作受到发起人的青睐，粉丝只感知肖战和顾薇。肖战、杨紫主演的《我的余生》不断获得新的荣誉，不知不觉已经结束了好一阵子。但关于这部剧的争论还在继续，包括自称的粉丝。值得关注的是，网上的一场聚会已经开始种下纷争。他们粗声粗气地说，杨紫名气很大，很受宣传人员的青睐。说着这些话，他们想起了对肖战的批评和嘲讽。据说《余生》这档节目播出了，还被人关注杨紫的厉害。发起人对杨紫有好感，而艺人杨紫本人也被赞助商偏向，这也是《余生》可以选择带来大量现金的原因。平心而论，杨紫肯定贡献了很多，但不代表都是杨紫的功劳。肖战的顾薇同样是众人议论的工作。肖战为了舒服，背着很多品牌，所以有充分的理由去冒险。压力。从粉丝们的反应来看，大家都把矛头指向了自己，都说自己只是把肖战当成顾薇，看到肖战之后，他们只是期待和支持了余生。我接受许多观察者都有这种性格。事实上，实际位置并不重要，但很多时候，它会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来制造摩擦。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有人可能会说这完全是意料之中的。说白了，肖战的团结和影响力是不可否认的。他是一个强大的聚会和一流的偶像。自从他的介绍，肖战的作品都取得了进步。显然，王一博主演的《陈情令》《斗罗大陆职业战队》等不同作品都可以独善其身，功不可没，无可指责。宠着肖战，逆天而航，狂风大雨，肖战值得期待。更值得说的是未来可期。02杨紫诚意大结局，沉香如碎花，沉香重华也蛮过分，泪流4亿。9月2日晚，杨紫、诚意主演的《阮沉香》沉香重华大结局落下帷幕。陈翔和他的另一半的最后一次关闭，确实是有害的。主管的眼泪似乎是没有现金的恣意妄为。降低，我没想到，沉香如片的大结局，最终成为被应远江妈妈的魅力内爆于世。燕丹直接捏了捏自己的心，带着心爱的人离开了。天哪，真的需要哭。对于末世何等的残忍，我终于粉碎了恶棍，看着我最好的兄弟姐妹和最爱的人咬在我面前的灰尘。最终只有他一个人，好凄凉。应远一点一滴地离开了严丹，挑了普通人，违背了他的承诺。今生应援功得天下，唯独严丹心碎。这一次严丹不再为他坐稳，严丹决定跟着他。这太可怕了。严丹道：“你监视3界，我监视你。”他认为他们以后会过得很愉快。尽管如此，这种整理是非常不合适的。应远大师的战斗被清空，燕丹岩化身为真身，凝聚了应远最后的灵光。为什么彼此相爱的人不能永远在一起？哭得太好了。剧中杨紫和诚意的演技同样出众，哭戏富有同情心，打斗场面充满个人感情，心狠狠地拉扯着他们，替换的感觉是过分的强项。这样一来，郭导的演技就被过分刺痛了。前有周生若，臣命不配天下，而才11；后来有沉香如片，原命不配3乾坤。只是一张遗憾的脸，真是让人泪流满面。他在任何时候都可能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完成吗？然而，正如互联网上流传的一些八卦所表明的那样，将会有2集会改变 B 的关闭。经理真的很期待。一个人的血书正在请求一个甜蜜的插曲。我相信优酷会直接送出应援和严丹。奢侈会让个人感觉有所改善，如果不安静下来，真的很难。03霸道真爱沉香种花，诚意再现奇葩爱情，开启追求另一半的火葬场方法。杨紫和诚意主演的《沉香如碎花》，爱情接得不平。杨紫饰演的燕丹一直幻想着自己爱着身在玄幻世界的诚意饰演的应远，甚至还让他变成了离手腕带，只要杨紫在15段之内他会离开他的眼睛。他不被允许为他疯狂。假设他为他倾倒，他应该放弃自己的生命，离开，否则你会伤害别人和你自己。
两人在崇拜中燃烧了1000年，却无法摆脱灾难。他剜出自己的一部分心脏，被闪电折磨着。见他的心受不了别人的轻快，他跳下期重生，抛弃了这荒谬的爱情。当然，这是你的纪律。沉香种花霸道，喝醉不麻烦。尽管如此，迷恋是一种视力受损的毒药。1000转之后，不管程毅在剧中是否差点消失，居然在消耗掉杨子的感情根基的同时，向尹氏求援，并说：“这个人是我心目中爱的人，心，我能为他做些什么？”深情浅浅，终会告辞，仿佛告别只是为了让他继续自由快乐。程毅在这部剧中经历了杨子的经历。他曾在剧注中吐血，如诛仙青云志琉璃长安落玉君松，而这一次类似贡献了不同的吐血场景，而人饱受折磨，被网友称为吐血精通记录。在上半部的大结局中，程毅在剧中回忆自己是董事历经劫难的应远，在广泛的荒诞恋爱后承认了杨子。可悲哀的杨子却拒绝了，想把前世卖光的一切还给他，然后离开。通往压抑爱情的麻烦之路，继续着作品《沉香种花》的最后一步，开始了倒置。程毅真心实意地满足了杨子，他现在并非无动于衷和无情，保护那些你需要保护的人。就这样，在火葬场开启了追求另一半的程毅，也展现了他保护另一半的压迫性行为，这让个人很难不醉。种类繁多的甜蜜之吻和恐怖之吻是发自内心和惹人喜爱的流行场景。在程毅的戏里，他一举一动都跟在杨子的身后，居然还抱住了她，让那些神一般的工人离开。就在杨子分了叉，有了同一张床的时候，他看着她笑了一个晚上。这一幕的出现，在人群中基本是甜蜜的。两部作品集结的屏风之吻、花洒之吻、梦幻婚礼，都变成了剧中著名的翻糖场景，令人心生不安的甜蜜而有害的吻戏并被占用。他还应用了不同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含糖量高，略带辛辣。就在对交流的真诚和扭曲的犹豫时，对象已经一次又一次地清除了重要的站点。以霸道和精致俘获粉丝的诚意，在脱衣洗漱环节更是给了很多优势。在炫耀6块腹肌之后，他甚至还表现出了强项，克制的气氛意外地变成了一种不确定的感觉。奢华的风格锁定了人群的注意力，有效地抓住了注意力。他再次被称为一个应该被带回家对付的严重传奇人物，时而勾勒出一种愉悦的感觉，简单地平衡了剧中刺耳的虐恋，以及错爱错妻的陷阱和残酷的命运。永恒身份的承诺，对万千宠物的永恒考虑。沉香种花虽融合了愉悦，但有害情绪的成分却不断延伸。对两人的崇拜是由间断和惆怅组成的。从长远来看，程毅和杨子在这个星球上是有希望的和不太有希望的时代。没有感情更容易反映出对方内心的圈套、不情愿和忧郁，而烦恼又激发了人群的回响和同情。综上所述，程毅一直在避免自己不是崇拜杨子，而是在灾后归神时忽略了每一个前因后果。他只需要和杨子在地球上消耗一段时间，形影不离。可以肯定的是，命运并非如此，小精灵世界的抱怨还没有结束。落入残渣中的程毅其实并没有间断，一直在期待着感情的壮丽。杨子并没有改变他帮助他的独特目的。然而，在两人与神界的怨言结束之前，所有的忍耐又将重新开始。宿命编织，今生宿命，今生延续。在最近的剧集中，程毅和杨子被仇恨的边缘折磨得浑身发抖。他们视死如归，程毅终于明白了杨子为他所伤的心痛。两人一共经历了80次煎熬，最后的不屑一顾。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尽管如此，程毅还是利用仇恨之刃攻破了天堂的入口，带着杨子逃离了戒律的根基。故事情节充满了无数的不幸和压抑的心，但在接近尾声时仍然有很多紧张。在剧情的高潮和低谷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定格和执着。无论是头顶上的神君，还是3界之外的常人，都无法脱身。只有在沉香木磨损并变得像残羹剩饭之后，一个人才能在任何时候从命运中解脱出来。
不管怎样，无论那些感情多么的狠狠和意味深长，都难敌程毅和杨紫在剧中的宠爱和俘虏。在沉香重华中，程毅表现出沉稳、耐心、阴谋、霸道、坚强。这种对待自己的态度，绝对是为了逃避对杨紫的内疚。脆弱的情感转移和眼神的笃定，却又让力量的领域潜入对仙侠表演的非凡而迷人的崇拜中。是不是对沉香如搜的大结局很满意？欢迎在备注区留言查看。